我今天就是要讲的是就是基础的一些腹部影像，那其中有一些介绍是以胰脏为主。那我是台大医院影像医学部陈柏廷，那这份投影片很多是我们科一个张医师提供的，我就是感谢他的帮忙。那就是说我们在腹部影像里面最常用的就是 image 的 modality 主要是有4个。那大概一般常见的就是有 X 光，然后超音波，然后电脑断层跟那个 MRI 的影像。那其实基本的影像的概念就是说，就是我们要看得清楚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我们是要有一个对比。那其实对比是有分成，就是应该说我们要有一定的解析度跟对比，才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影像。那其实是有分成，就是影像之间的对比，或是说空间之间的解析度。那其实一般我们在说解析度的时候，我们有分成空间跟时间。那大部分我们说空间解析度，就是说在这个影像上面，就是多少的距离是我们可以分得出来。就像这边左边，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分腾在 X 光下面的照片。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最右上角这个地方，其实它就是每一个格子之间的距离。所以如果像这个话是说1.6mm，我们大概可以分得出来。可是当非常小的时候，像是到0.5mm 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分不出来这2条线之间的距离。那这就是空间上的解析度，就是说呃多细微的东西是在我们这个影像上面可以分得出来它的差别。所以在中间的这个照片跟右边这个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腹部的电脑断层。那它就是用不一样的粗细去重组影像。那中间这个是一般我们用来诊断的影像，就是用5mm 的厚度来去重组影像。那右边这是用 1mm，所以 1mm 的时候，它会比较不会有一些影像平均的问题，所以它可以去分得出来更细的东西。那可是从这2张图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 1mm 的时候，它的那个讯号会有比较多的杂讯。所以虽然它可以分得出比较细微的东西，可是因为它重组的条件的关系的时候，反而会有比较多的杂讯。所以我们就要选比较根据我们需要诊断的东西，我们会选不一样的重组条件。那这会关系到就是这个影像的解析度。那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我们刚才说这空间的解析度，就是要去可以分辨得出来这个2个东西的差别。那主要就是我们当然是希望解析度越好，就是可以分辨越小的东西。那其实一般来说，其实 X 光、CT、超音波跟 MRI，就是我们刚才说常见的4种影像的 modality，其实通常其实是 X 光的空间的解析度是会比较好，是可以到小1mm。那 CT 大概是1到2mm，那超音波是2到3，那 MRI 更是3到4。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其实为什么 CT、超音波或是 MRI 好像会比 X 光还好？那其实是他们是有比较好的 contrast 和 resolution，就是他们其实有比较好的对比度。就是说，就是对比度的话，就是说它在2种相近的组织之间，它有没有办法去分出它的差别？那这就不是刚才讲的是那个距离，我们主要是要看2个不一样的组织之间的对比。那像这个左图就是这个腹部的电脑断层，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腹部电脑断层上面会有不一样的组织。那像我现在画的这个地方画就是皮下的脂肪，那里面会有一些是内脏脂肪，那这个地方是骨头跟肌肉。所以其实我们电脑断层的话，就是可以分得出来这样的对比，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是有一些是肌肉，有一些是脂肪。那右边是核磁共振，那它的软组织的对比的能力就会更好，所以其实就可以分得出来说，像在这个一样是在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里面，还有一些细微的血管，跟说它跟旁边的肠子之间的边界，其实因为它的软组织的对比度更好，我们就会更可以去分得出来这些东西。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说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就是要定义一下它到底是空间的解析度，还是它的对比的程度。那一般我们会认为，就是以我们常见腹部来看软组织的话，那核磁共振的对比度是最好。那核磁共振会比电脑断层好一点，然后比超音波看好一点。那 X 光的话，就是它的对比度就比较分不出来，所以就是说有些东西它相邻在一起，其实我们在 X 光上面是看不太出来。那下面就是有一个图示就是它在肝脏上面有一个肿瘤，这可能是一个肝脏的转移。
那在超音波下面会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亮亮的东西哦。那在在电脑断层下面就看到是在这个位置哦。那核磁共振下面其实我们会有不一样的 sequence， 在不一样的 sequence 下面会有不一样可以用来判读的一些条件哦。那以这个来说哦，我们在做核磁共振有时候会打显影剂，那这个是专门来看肝脏的显影剂，叫做 Primophase， 在这一组影像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的对比度会更清楚哦。所以一样的肿瘤，可是因为我们用不一样的模特体去照相，那就可以得到不一样的品质。那现在这个地方谈的是它的对比度，所以其实核磁共振在看这样的肝脏肿瘤的对比度是会比较清楚。那刚才说，就是一般的 plain film 或是说我们的 X 光的照相，所谓的对比度比较不清楚，就是像这样，就是我们看一张 X 光，其实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是空气哦。那这边根据解剖的位置的话，这边应该是肝脏，可是肝脏跟其他旁边的胰脏还是胃，其实我们这样其实一样的软组织是分不出来的。我们大概只能看出几个不一样的对比，就是这些是软组织的影像，然后有一些是骨头的影像，然后有一些是空气，那它的对比的分级就没有这么多。那有时候我们为了要在 X 光下面看得清楚一些腹部的器官，我们会希望要加上显影剂。那这显影剂有可能是从呃打进血管里面去，那它就会流到不同的器官。那它有可能是我们用肠胃道用喝的或用灌的，或是其他任何的空间，就是我们可以用显影剂来增加对比。就像这个是左边是一张普通的 X 光，那右边是我们一个常见的特殊的摄影，就是我们在它的肠胃道里面，从它的直肠放了一个管子，就去打显影剂。那这个显影剂是在 X 光上面是比较亮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把它的肠子的地方，因为有灌满显影剂就可以分得出来，所以这个显影剂就是可以增加对比，因为我们看它旁边它是只有空气可以，可是现在加显影剂之后，我们就可以找出，哎，它肠子是在这个位置。那一样在电脑断层下面也会有显影剂的问题。那通常电脑断层的显影剂也是有分成口服跟就是静脉注射。那我一般大部分说的，通常都是说静脉注射显影剂。那以这个左边的这个电脑断层的影像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是它的肠胃道，其实它里面有一些比较亮的东西，其实它有口服的一些显影剂。那可是这两个的差别比较大的差别是，左边这个是在没有打静脉的显影剂之前所拍摄的影像，那右边的是打完静脉的显影剂所拍摄的影像。这两个的差别就是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主动脉的地方是有显影那在它左右的肾脏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左边的肾脏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个肿瘤。那在没有打显影剂的影像的时候，我们大概只能看得出来，其实左边的肾脏比右边肾脏还要大。可是其实我们不太确定这边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也看不太出来有肿。虽然有经验的医师大概可以猜得出来这边应该是有问题，可能有肿瘤，可是其实我们看不太出来它的边界。所以打了显影剂之后，就可以让我们找到说，这个地方是有肿瘤，而且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边界到底什么位置。所以这个显影剂是可以增加一个对比。那除了刚刚我们刚才说肾脏之外，其实像它的肝脏里面，因为有显影剂有流到血管去，所以其实这个血管都可以看得到它的位置。那刚才提到就是像是它的动脉或者旁边的静脉打显影剂之后，都会因为会显影之后就会变得比较清楚。那通常会有一些器官就是血管没有那么丰富，或者是它显影剂不会那么快就流到的地方所以在打完线剂之后做照相，可能还是一样不会有明显的显影。我就像是说这些就是内脏的脂肪或者是皮下的脂肪，有打线机跟没打线机，其实它的影像的呃亮度是差不多。亮度通常我们在电脑断层上，我们讲的亮度就是会讲 density，就会讲它的密度，密度比较高的东西就会比较亮。那就是像这个骨头，其实它也没有明显的显影。那一样核磁共振下面也会有打显影剂跟没有打显影剂的差别。那像是左上这个影像，就是它是没有打显影剂之前的核磁共振的 T1 weighted 的 image。那这个是打完显影剂之后，我们在动脉像的时候所照射的影像，那这是静脉像，那这是在更晚一点的影像。那这就是等于是说，我们打完显影剂之后，在不一样的时间点去照射这个
去拍摄这个 MRI 的影像。那这个地方是它的肝脏是有一个肿瘤，在还没有打显影剂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看得出来，因为核磁共振的对比度比较强，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得清，其实也算看得清楚它的肿瘤的范围。可是我们打显影剂之后，就可以更了解这个肿瘤的一些特性。那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肝脏的血管瘤。就是它打完显影剂之后，它在周围会有一些显影，是一些颗粒状的显影。那在随着时间更往后面去照射的话，这个显影会更往这个肿瘤的中心。再更晚一点的话，就会更跑进去。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肝脏血管瘤。那刚才是提的是 CT 或者 MRI，那就是通常是我们放射科医师会比较常看的影像。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超音波。那超音波一样是会放射科医师通常也是会判读这个影像，可是因为超音波会根据每个操作医师的经验不同，所以它是获得的影像的品质就会比较不一样。而且其实就是因为它是比较即时、比较 real time，所以每个人拍下来的超音波的影像都会不同，所以通常还是要当下去扫超音波那个医师做判断才是会最准确。所以超音波其实就很简单，大家如果有去医院做检查，就会看到它就是一个探头会发出超音波，那打到组织之后会不一样的组织会回弹不一样的讯号，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又透过这个方式得到不一样组织之间的对比这样子。所以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就是把这个探头放在肚子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肝脏，这个地方是胰脏，那这个地方是有动脉跟静脉，这个是splenic vein 就是脾静脉，那这是动脉的位置。那它的好处就是说，因为它扫的时间通常比较快，而且你可以针对特别的部位去做扫描。所以另外它成本也比较低，所以会比电脑断层或是核磁共振来说是可见性是相对比较高一点点。那可是因为就刚才说，因为这会根据每个操作的医师的经验不同，所以就有点会是 operator dependent 去决定这个影像的品质。那你一个人扫完的超音波影像要给另外一个人判读，有时候相对就不一定会那么容易。如果他没有标示很清楚，那我们就不太知道他扫的地方是什么。那另外就是说，比方说在腹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被一些气体挡住，因为气体它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反射声波，所以气体就是会造成这个超音波会看得比较不清楚。那在腹部里面最常见的就是会有一些胃啊或是肠胃道的肠气，所以这些部分都会造成这个超音波的判读上面会比较困难。所以超音波虽然是比较快速可以得到讯息，可是在某些状况下面，它其实就会受限于这个解剖的构造，然后会看得比较不清楚。那一样超音波其实也会有显影剂，不过通常临床上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常用。当然在某些状况下面还是会使用，这边就没有特别提。那我们刚才另外一个就是一般的 X 光。所以我们刚才说，其实我们看这个腹部的 X 光的话，其实它有不错的空间对比，就是说它比较细微的距离是我们可以分辨得出来，可是我们没有很好的 contrast，就是说我们一样在看这个肝脏或者旁边的组织的时候，其实我分不太清楚肝脏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可是就是 X 光其实可以很快有一张影像就可以告诉我们它大概的状况是怎么样子。那也不用花很多的时间。那这个刚才是腹部的 X 光啊，那这个是胸部的 X 光。那胸部的 X 光其实是更常被拿来临床上使用，因为肺部里面是空气，所以空气跟旁边的对比是会比较清楚，所以只要在肺部里面有什么问题，其实在 X 光就会很快得到一定的讯息。那这个是腹部的 X 光，通常我们会看的几个问题，就是包含说我们会看一些特别的 line，就是说这些 line 通常就是在一些组织的交界的地方，那看这些地方有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所以刚才说，因为在胸部 X 光里面有空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空气。那一样在腹部的 X 光的话，这个地方就是有大肠，所以这个地方有看到肠气。那这个绿色的点是软组织，就是像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心脏，这个地方是我刚才说的是它的肝脏。那现在这个橘色点是脂肪，就刚才说这个是它的这个是皮下脂肪，这个是内脏脂肪。那最后这个红色的点是骨头，所以大概我们在 X 光里面的对比的程度，我们大概只能分成这几个不一样的 density，就是大概就是空气，
那软组织，然后脂肪跟骨头。大概我们大概简略的区分这几个，可是说骨头里面到底有没有明显的问题，或者软组织里面有没有藏什么肿瘤，在 X 光下面可能就没有很好的对比，就分不出来。所以一般的 X 光我们可以很快去找出问题。所以像这个腹部的 X 光，我们可以去很快去看出他这个人有没有pneumoperitoneum，就是他有没有肠穿孔或是胃穿孔，在腹部里面看到一些空气，或是看到他有没有肠胃道阻塞等等。那它比较困难，就是在一些软组织的对比，说你要看到更细一点的问题。这边细不是说空间上的细，而是说你要看一个组织里面它到底有没有细部的问题的话，那在 X 光下面就没有办法去很快的看得出来。就像是我们如果有阑尾炎啊，或是一些胆囊发炎等等，或是甚至肿瘤，在 X 光下面就没办法看出来。那 X 光下面说一般这样照相，其实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就是比方说我们可以用调整不一样的姿势来做变化。像常见的话，我们会让病人侧躺。那这叫 decubitus，然后就是他侧躺之后，如果说他有空气，腹部里面有空气的话，他就会跑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就可以看说这个人有没有pneumoperitoneum，就是说他的腹部里面有空气，表示担心他有肠穿孔的问题。或是我们就让他站着照，或是躺着照等等。然后还有刚才提到，就是我们可能也可以打显影剂。就是如果从静脉打显影剂的话，我们有一个检查叫做 IVP， 就是从静脉打显影剂之后，我们去看这个显影剂从肾脏排出去之后，看它的肾脏还有输尿管有没有什么阻塞。好像这个就是一个 IVP 的影像。或是说我们可以去看说它一些管路有没有什么跑掉，或是位置是不是正确等等。所以像这个话，其实就会看到这个两个地方其实是它有空气，这个是不是正常的空气？所以它在腹部是有pneumoperitoneum。还有像这个影像的话，就看到它的肠气是比一般的人还要再明显。所以它小肠的肠气是比较明显，所以它有一个肠阻塞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 X 光化，就是我们用来去看它这个管路的位置。我们有学过解剖构造才会比较清楚，就是说这个是它的胃的肠气胃里面的 air。它就是胃里面还有分成，再更往下就是有12指肠。那再下去的话就是小肠、回肠等。所以我们就会确定这个管子，它是从这个胃一直放到正确的位置，是放到小肠去用来灌食。那刚才有一些是静脉的显影剂，那在 X 光上面我们可以有从口服的显影剂，或是从直肠灌进去的显影剂。所以像这个话，它是一个 esophagogram，就是从嘴巴去喝这个显影剂。我们喝显影剂通常是 barium， 然后 barium 的话 density 会比较高，所以在 X 光下面会看起来比较亮。所以我们喝下显影剂之后，就可以看到说它的整个食道有没有哪个地方阻塞或是有问题。那显影剂如果再继续到胃的这个地方，我们一样可以在胃的这个地方看说，胃里面有没有肿瘤，有没有溃疡，或是它有没有胃食道逆流等等的问题。那我们称这个影像叫做 upper GI 的 series。那这一样我们可以从显影剂可以从直肠去灌进去，灌到整个的大肠，整段的大肠都看得到。那个这就叫 barium 的 enema，就是一样是用 barium 的这个显影剂来灌肠。那灌肠之后就可以看到整个大肠的走向，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来去看说，它有没有小的肿瘤，或是有没有小的息肉等等的问题。那像这个话，它其实就是在这个descending colon，就是在这个descending 就是就是大肠的下降段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肿瘤。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像是苹果核的样子。就因为这个地方有肿瘤，所以这个显影剂会把它流过去的时候有点受阻塞。这样我们就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诊断说这里怀疑是有问题。那一样就是这个地方是在一样是它在它的这个肠子的这一段地方是有阻塞，一样就是我们有显影剂流下去之后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诊断。这个是一个从 upper GI 喝显影剂，就是从嘴巴喝显影剂，然后流到胃，然后流到小肠，那小肠要接到这个接到 colon 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有阻塞。这样我们就怀疑一些特殊的疾病。那如果是电脑断层的话，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它的空间解析度还不错，可是它有很好的对比度。那再加上有可以喝嘴巴的显影剂，或是有打静脉显影剂，就可以增加这些对比度，就可以用这个方式让我们看清楚更多的解剖构造上的细节。所以像我们刚才提到，说如果我们要看他的这个人
有没有阑尾炎。哦，阑尾炎是一个常见的诊断，可是我们在 X 光下面看不太到，可是在电脑断层上面，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对比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左边的这个图是它有一个正常的阑尾阑尾会在这个直肠跟小肠相接的应该说大肠跟小肠相接的附近可以看到一个有空气的填满的一个类似肠子的构造那就是正常的阑尾。那如果阑尾发炎的话，就会像这样子，就是会整个这一段的阑尾会比较肿那甚至旁边的脂肪会有点脏。那一样就是电脑断层还可以去看说，像是这个人他是有右边的一个肾结石所以造成他的有点水肾的状况。那另外也可以看他是这个病人他是有肝脏里面有很多小颗的肿瘤，他是有很多的转移，再加上还有一些腹水。那如果是那个核磁共振 MRI 的话，它的contrast 它的对比度就会非常好，尤其是在软组织的对比度。那可是因为核磁共振就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因为它要做的时间比较久，而且也比较昂贵，所以通常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在临床上有怀疑比较特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再来做这个核磁共振。那就刚才提到说，其实它的 sensitivity 很好，所以对于一些软组织的问题，其实在核磁共振上面就会看得比较清楚，尤其是在腹部的一些病灶，我觉得像是妇产科的一些问题会看得更清楚。所以就像这个图我觉得这是一个超音波的图就是我们扫到肝脏里面有一块显影比较应该是说它的回声比较低的一个东西它有一个 hepatic 的嘛，就是一个肝脏的肿瘤，那可是我们分不太清楚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所以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考虑做电脑断层或者是核磁共振。那核磁共振就是除了它的空间对比度比较好之外，它是有非常多不一样的 sequence。那以这个图例来说的话，它这个 sequence 叫做 TrueFish 它是一个 gradient echo 的 sequence。那这个细节可能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快可以得到这个解剖构造的一个 sequence。那从这个 gradient echo 的 sequence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这个肿瘤的地方它是比较亮的那通常我们在看核磁共振的时候，有分成 T1 weighted 的 image 跟 T2 weighted image。那这边大概提到就是说 gradient echo 其实它是同时混合有 T1 weighted 跟 T2 weighted 的 image 的一个影像。那如果是 T2 的话，就是说，这个肿瘤它在这样的 sequence 下面讯号是比较高那再加上说，我们有不一样的 sequence 可以拿来辅助我们判断像刚才说的这个左上角的这个图它就是一个 T1 weighted image。那一样，同时在 MRI 上面的话，我们可以去做 fat 的 suppression，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些脂肪的讯号压掉，让这个影像看得比较清楚。所以左上这是一个 T1 facet，FS 就是 fat separation，那中间就是 T2 facet，就是 T2 的 fat separation。那上面是 heavy 的 T2。那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在 T1 weighted 的 image 下面，脂肪是会比较亮在 T2 weighted 的 image，那个血管应该说含有水的东西会比较亮那我们看到这个肿瘤，因为刚才这个有加上 fat separation 所以虽然 T1 weighted image 应该脂肪比较亮，可是它 subacute fat 被 suppress 之后，所以就讯号变得比较低不过就是这个肿瘤在 T1 facet 下面是讯号比较低，在 T2 下面是比较亮那这个是打显影剂的影像我觉得打显影剂它一样是在 arterial phase 的时候可以看到周围有些 enhance，然后慢慢的会跑进去在随着时间更往后的时候，扫描会整个肿瘤都会看到有明显的 enhancement。那通常我们在 MRI 上面做打药之后的影像，我们通常是用 T1 weighted image 来看所以综合以上的判断，我们就会认为它是一个典型的血管因为典型的血管瘤在 T1 的影像上面会看起来讯号比较低，T2 会比较亮。那打完显影剂之后，就会有这样的 pattern，就是会从周围显影，然后会慢慢跑到中间去。那同时 MRI 我们还有不一样的变化的 sequence，我觉得像这个是一个 MR 的 angiography，就是我们直接把我们在打显影剂之后，我们把有显影的血管的地方的影像特别挑出来，然后做一个 MIP。MIP 的意思是我们把那讯号比较高的地方把它叠起来，叠成一张影像。所以像是这个它的动脉的地方就是因为讯号比较高，所以叠起来就看看它的主动脉。那同时我们在不一样的时间扫描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它的肝动脉，或者是看它的肝门静脉。或是肝静脉
那就是一个 MR 的血管摄影，这样我们就可以看清楚这些血管的构造。那还有不一样的变形，就是像是我们这个是 CT 的影像，可是我们可以看这个是 T1，就是 MRI 上面有 T1 微体的 in phase 跟 out phase。这 in phase 跟 out phase 的话，就是用来看说这个地方的一些器官里面有没有含有脂肪。那 in phase 通常就是可以把它想成它是有脂肪的讯号加上水的讯号，那 out phase 有点像是两个相减。那我们透过去比较 in phase 跟 out phase，我们就可以去看得到每一个器官里面它含有脂肪的程度。那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形，好像是这个是我们所谓的 MRCP，就是我们用 MRI 去看它的胆道还有胰管的摄影。所以像这个病人，他就是在他的胆管里面有结石塞住，所以这是我们用 MRCP 来看说他有胆结石。那一样就是我们 MRI 刚才有提到，在腹部的在那个骨盆腔的器官的对比会比较清楚。所以这是一个骨盆腔用来看这个子宫的一个 MRI。就会看到它其实在这个子宫下面的话，这个应该是有一个肌腺症，就是它在这个子宫的肌肉层的地方有多一些就是像是子宫内膜的一些组织这样子。所以刚刚讲到这样，好像听起来很复杂，而且其实有就是不一样的 sequence，然后还有 CTM 啊、超音波等等。所以我们到底要看什么影像啊？要怎么判断？其实要在很短时间内完全解释完是非常困难。那如果说我们要开始学着判断影像的话，或是有一些基础的认识的话，我们第一个通常都是会先学会要怎么去拍摄。那刚才说我们除了一般的 X 光就是直接照相，这个比较好想象之外，通常我们来看 CT 或是 MRI，它通常都是一个切面的影像。所以我们把一个人这样子用不一样的切面的话，我们就会有叫做不一样的 plane。那如果我们想象就是从病人这样子横切，那叫做 transverse plane 或者叫做 ACL plane。这就是我们一般比较常直接看到的 CT 或是 MRI 的影像，就是我们就是有点想象病人是进到这个机器里面，我们就这样一直切一直切，所以我们看到的每一张影像都是病人的横切面。那我们有透过这个横切面之后，我们可以去重组。重组说如果从这样子切，就有点像从侧面去看病人的话，那就叫做 sagittal plane。那或是这样子切，有点像是从你前面去看病人的话，这叫 coronal plane。所以通常我们最常一般直接看到影像就是这个 transverse plane。那如果我们在看这个影像一般的 CT 或是 MRI 的话，你都可以想象我们就是由病人的脚侧看到病人的头侧。所以我们看过去的话，其实在这个地方或是病人的右手边，虽然是画面的左边，可是这个是病人的右边。那这是病人的左边。那这个是病人的背部，那是病人的前面。所以我们想象这个 ACL 片就是这样，ACL plane 就是这样横切。所以横切，所以在心脏的这个位置的话，这样横切过去，它会有切到一部分的肝脏。那心脏的话会有不一样的腔室。那我们就是要一开始不太熟悉，就需要有一些解剖突破来对照，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这样切过去的时候，有点像是你切到哪一个器官的什么位置。那刚才说，如果是 sagittal plane，就是我们用重组的方式来得到这个不一样的角度的影像的话，那 sagittal plane 有点像是我们从病人的侧面去看。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挑一张影像来看的话，这是病人的脊椎。就是我们想是有点想让你把这个病人从中间从侧面这样剖一半之后，可以看得到他的解剖构造。那 coronal plane 的话，就像我们从这样子切，这样可以，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点像病人就是对着你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肝脏，那这边是心脏，那这边是左边跟右边的肺部。那一样就是我们在切 coronal plane 的是有点想像是我们是看着病人。所以这个病人的左边是这个位置，这病人的右边是这个位置。所以如果我们先不要讲太复杂，我们就是以腹部来说的话，所以我们腹部的电脑断层或是核磁共振，我们都一定要可以了解到这个病人的一些解剖的构造。所以这边就是一个示意图。就是可能右上会有什么器官，左上会有什么器官。那你通常还是要先把一些基本的解剖构造稍微有一定的了解，才会知道说我们在影像上面看到的是什么。所以像这个位置它是有它的肝脏，所以我们在影像上面 coronal plane 的话，就会看到这是它的肝脏。那这边是大概是它的胃。还有一些就是它的小肠跟大肠。那上面是心脏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 CT 或是 MRI，其实就会很像我们解剖的时候，把这个解剖的大体把它做一个横切，就是从由前往后去切，所以你看到的影像，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大体的解剖影像，可是这个会跟我们的电脑断层影像非常类似，其实切起来其实就会看到这样的图片这样子。那一样就是要学习一些解剖构造，才有办法去辨别这样不一样的器官代表是哪一种器官这样。所以其实很像刚才是一个解剖的图片。那如果对照电脑断层的话，其实我们就会知道说，哎，这个地方是胃，这个地方是胰脏。那这边是那个对胰脏，然后这个脾脏跟左肾跟右肾，然后还有就是肝脏跟胆囊等等。那我们可能后面大概就是以胰脏当做一个主要的介绍。那胰脏的话，其实在后腹腔。那它的大小其实不会很大，可是胰状的形状大概就是会有点像是一个手枪的形状。大部分我们都在说15公分，那当然每个人的胰脏的大小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那胰脏的正常的构造的话，其实周围会有一点这样一球一球，我们叫做 lobulated 的一个形状。那胰脏的话，它除了会呃呃在这个位置之外，它会有一个胰管从中间穿过去，然后它边会有一个胆囊的胆管会跟它相接在一起。那最后这个胰液跟这个胆汁就会相接在一起之后流到小肠里面去。那如果它周围的血管的话，通常会有几支常见的血管，或者旁边会有一个静脉跟动脉。那我们通常会把胰脏分成4个解剖构造，就是 head、neck、body 跟 tail。那通常在这个head 就是 neck 的位置，通常就是在这个地方会有一条动脉跟一条静脉。在前面就是会是 neck，那在静脉的更过去这个地方就是 head。那 body 跟 tail 其实比较没有一个明显的边界，大概我们就把 body 跟 tail 大家就分大概一半或是1/3的地方当做 body。所以我们刚才说就是它的位置是它的胰脏是在后腹腔，然后后面通常会有一条 SMA， 这个叫做上肠系膜动脉，它旁边会有一条 SMV 是上肠系膜静脉。所以在这个动脉跟静脉前面的话，这个地方就是它的neck 的位置。那在这个前面就是 head， 就是它的胰头的位置。那后面这边就是 body 跟 tail。那它的血管的供应的话，就主要会是从就是这个 SMA 的一些 branch， 就是刚才说的上肠系膜动脉的一些分支过来，或是从这个地方就是会有一个叫做 gastroduodenal artery，就是叫做胃，应该就是胃肠动脉。其实翻译我不是很确定，不过就是会是这一支血管来供应这些胰脏的一些血流。那后面会有 spleen artery，再往过去的话就是供应脾脏的血管。那如果是静脉的部分，就会有点像，就是刚才说的，最主要要认的大概就是后面有这个上肠系膜的静脉，那它会连到这个 portal vein，就是肝门静脉，它会回到肝脏去。那一样会有一些分支。另外一个需要注意就是它后面会有脾静脉，就是 splenic vein。那有时候静脉的供应是比较难看出来，所以我们也有时候也不用特别去看说胰脏的静脉的 supply 是在哪个地方。大概需要知道就是它后面会有一条 SMV，后面然后往这个方向会有一条 splenic vein。那 SMV 的旁边会有 SMA。那这2个大概就会决定它的 neck 的位置。那就是我们刚才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胰脏的解剖构造。那我们要大概认识这些解剖构造之后，我们才知道说影像上面要怎么去看。所以胰脏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我们用超音波去看，它会看起来就像这样子。所以超音波的话，有时候会被胃挡住，所以这边是一些胃的 air， 它在 tail 的地方，就是在胰尾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前面会有胃，所以就会看比较不清楚。那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就是它的splenic vein，splenic vein 是这一条会接到 SMV。那这个是 SMA。所以我们刚刚有学过解剖构造的话，你要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横切过去之后，刚好切到 splenic vein 在这个地方。那以它类似的位置的对照的电脑断层跟核磁共振就是 C 图跟 D 图。那 C 就是核磁共振跟电脑断层就比较不会受到胃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pancreas， 就是在胰脏的前面就是胃，会有胃。那一样这个地方是它的 SMA， 这个地方是它的 splenic vein 跟 SMV。那这个地方是它的 SMA。那个 splenic vein 刚好在这个 cut 比较没有看得那么清楚。不过可以从这几张图可以看出来，其实
核磁共振在看 pancreas 的时候，它的对比会比较清楚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有一些特定的问题，可能要到核磁共振才有办法解决。那大部分其实用电脑断层就是有一定的对比度，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另外，刚才我们刚有说，这个胰脏是有点 lobulated，就是它周围其实会这样一球一球，就是正常胰脏就会长这个样子。那刚才是一些血管的构造。那我刚才有提到说，我们这个 pancreas 里面会有一个胰管会叫做 pancreatic duct，或者我们叫 P duct。它通常会有一条主要的胰管会跟这个CBD 就是这个是从肝脏下来的总胆管接在一起，然后会把胆汁跟胰液一直混合之后会进到小肠。那有时候这个胰脏会有一个 accessory 的 P duct，就是它唯一是小支的胰管会接到这个地方。那这个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变异，有时候这个胰管会大，有时候会小。那大部分的人大概都还是会一直胰管会接下来不过这是比较一些细微的变化，就是这边就不用讲太多这样子。那通常我们在核磁共振，刚才有提到核磁共振，其实在看胰脏，其实是会是一个蛮有用的工具就是因为胰脏一般在 T1 weighted 的 image 下面它是会比较亮的所以刚才有说我们是 T1 weighted image 之后再做 FS， 就是做 phase separation， 所以它的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就会讯号不会就会被压掉所以正常的胰脏在 T1 phase 下面会比较亮，所以如果任何一个地方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在 T1 phase 下面看到比较黑，或是或是它的亮度没有这么亮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地方是有问题那 T2 的话，通常就是会跟肌肉差不多，或者稍微高一点，就跟一般的软组织差不多一样的讯号这样子那以下看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就是这个是一个正常人的pancreas， 就是胰脏的影像那如果它发生 pancreatitis， 就是说它有发炎的话，它胰脏周围就会有一些水那这胰脏的周围的 lobulated 的地方也会变得比较不明显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它好像比较肿，density 有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可是有时候不是那么好去区分就会觉得它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水肿的状况虽然刚才提到说这正常胰脏会是在这个位置可是如果说它有发炎的话，它周围会有一些腹水那整个胰脏它的旁边 lobulated 的位置也会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就因为它变得比较水肿，所以旁边一球一球的位置会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清楚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见需要诊断就是胰脏的肿瘤所以像这个地方如果造成肿瘤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它可能会造成它后面的这个胰管跟胆管阻塞，所以这胰管跟胆管可能会扩张那就是至于我们为什么要就是对肿瘤那么小心，因为胰脏肿瘤致死率非常高嘛如果它越早期发现的话，它的死亡率它的那个预后就会越好所以这个不一样的 stage， 如果它 stage 4的时候它可能后面的 survival 就会很短，可能甚至不到半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是就是我们在扫超音波的时候就怀疑这个地方可能有问题就是它好像就扫出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胰脏的地方，它这个胰管是有扩张可是前面好像有个东西，可是不是很清楚，好像是前面在胰头的地方有一个mass， 造成它的阻塞所以造成后面的这个 P 大的有 dilatation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是刚才有学过，它在超音波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它的 spanning fan 这个是它的 SMB， 我觉得它的胰管是有扩张，所以扫得很清楚的超音波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及早发现这个问题所以它可能在胰头地方一个肿瘤会造成它的 P 大概有 dilatation那我们就那这是另外一个病人就是说在电脑断层下面我们要怎么去看说它有问题其实这没有到非常清楚可是在这个胰尾的地方，这个地方打完显影剂之后，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比较黑一点的区域那我们可能有时候要把对比调得比较清楚，才可以看到其实它在这 pancreas tail 的地方其实是有问题。如果我们做核磁共振的话就是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个地方就刚刚在那个胰头的地方有看到这个肿瘤那其实核磁共振还有同时帮我们看到，其实它的动脉这个地方是有动脉的剥离那这是另外一个病人，就是他在胰尾的地方，还有一个肿瘤，那肿瘤它是甚至有侵犯到旁边的脾脏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看到他肝脏有一些转移，所以它会有一颗一颗比较黑的一个
肿瘤在肝脏的地方。核磁共振下面，刚才说正常的胰脏它应该是 T1 weighted image， 它应该是要整个是比较亮。好，可是在这个地方好像看起来有些地方是变得讯号比较低。好，那我们有给它做一个 DWI 影像。DWI 影像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它是扩散有点受限制的话，就会在 DWI 影像这边看起来比较亮。哦，所以在这个肿瘤通常是在肿瘤或这些囊肿化 DWI 的影像会看起来比较亮。哦，所以这个肿瘤在 DWI 影像看起来是的确是比较清楚。哦，那它打显影剂之后，可以看到它是有比较显影比较没有那么好。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在它的 body 的地方是有一个肿瘤。好，那同时我们 DWI 影像有时候 sensitivity 会比较好，我觉得它的敏感性会比较好，所以你可以用来看说其他地方有没有转移。所以像它这个地方是肝脏有一个转移，还有它的左边的肾上腺有一个转移。那在 DWI 下面看起来都比较亮。所以就是我们这影像的话，就是希望可以早期去发现这个胰脏的肿瘤啦，因为大概100个病人里面，大概在诊断的时候，大概就是已经有40个病人是没有办法去开刀，那有40个病人他有远端转移也不适合开刀。那就算是在这20个有办法开刀的病人里面，那有可能在手术当下会发现有一些病人他就是在当下的时候发现他其实跟旁边的血管粘连很严重，是没办法开刀。所以其实能够最后有办法去做根除性的切除术的病人，其实比例是非常低。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越早期发现的话，其实对病人的预后是会越好。那至于说我们在影像上面要怎么去判断说这个肿瘤是可以开刀或是不能开刀，我们通常就是刚才提到我们会去看它旁边的血管。就是刚才提到说它旁边周围常见血管的话，就是会有 SMA、SMB 或是 portal vein、spiny vein 等等。如果它跟旁边的周围的血管接触的角度大于180度的话，我们通常都会认为它在开刀的时候跟它是没有办法分离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去认这些血管，然后跟它接触的角度是不是已经超过。那有时候还是需要外科医师的判断，有时候可能你觉得超过180度了，可是外科医师可能还是觉得他有办法去开，或是说其实他没有你在影像上面觉得它是可以开的，可是在开刀当下就发现它是拨不开的。那另外比较不适合开刀，就是说它可能有远端的转移，或者有吃到周围的大器官，那可能就是不适合去开刀。那就是像这个case 一样，就是说这样一个肿瘤，那我们会去看说，如果像这个地方，如果他觉得接触的角度是超过180度，或是它里面已经造成一个血管的阻塞的话，我们就会认为它可能不适合开刀。那如果它中间的 fat 是干净的话，可能是可以开刀。那如果是它的接触的角度是小180度的话，那就是 borderline，就是介于可能可以开或是不能开，就需要外科医师判断这样。那像这个肿瘤就是很明显，就是它已经跟旁边的这 spleen vein 已经包在一起，它就是不适合开刀这样子。那像这个也是一样，它就是有把这个 SMA 几乎都包住，这也不适合开刀，或是它甚至有长到这个这样是在长到 SMA 的周围，长到它旁边都有肿瘤，那这样一样是不适合开刀。那如果刚才提到说它接触没有那么大，可是它造成血管里面有栓塞，我们还是会认为它可能是有侵犯到血管，也是不适合开刀。还有就是说我们在影像上面看到它有一些腹膜的转移，就是像这样子的话，可能它也是不适合开刀。那这就是一个 advanced 的 pancreatic cancer，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肿瘤，把周围的组织都吃掉，甚至吃到旁边的血管都分不太出来，然后产生很多的腹水。那这样一样是一个不适合开刀的病人。那一样，这是在它的胰头的地方一个肿瘤，所以它胰头有肿瘤之后会造成上面的胆管扩张。我刚才说胰头是胆管跟胰管相接进去的地方，所以这个肿瘤它有吃到旁边的胆管，然后甚至往胆管里面跑进去。它另外还有很多的肝转移。所以这是也是一个 advanced pancreatic cancer，也是不适合开刀的。那这个地方一样是有在胰头有一个肿瘤，就是在这个位置。那对所以它一样是有造成这个胰管的应该是总胆管的扩张。那胰管的扩张可能这边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明显。那刚刚大概都是一些肿瘤的图片。那另外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常见的一个疾病叫做 IgG4。这可能相对比较困难。不过其实它通常我们会叫它叫做自体免疫的一个胰脏炎，就是 autoimmune pancreatitis。它的表现会有点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般的
一般的胰脏炎，可是会一点点的不太一样。那它是有点像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可是因为在胰脏会有一些特殊的变化，所以我在这边稍微提出来哈。所以系统性的变化就是说，它除了影响到胰脏之外，它会影响到这些其他的器官。好，那所以我们说这个自体免疫的 pancreatitis 或是 AIP，其实它在临床上没有很常见啦，不过因为影像上面的表现有时候蛮典型，还是蛮特殊的哈。那通常的诊断的话，我们会去抽血验它的这个 IgG 哈，这个就是血液的检查。那治疗的话，因为就是说有时候它有些状况下会分不太出来，它到底是这个自体免疫的 pancreatitis 还是胰脏癌哦。有时候在影像上面或者甚至做切片都不太好分，可是它治疗是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是这个自体免疫的胰脏，其实用类固醇治疗的话，效果就会很好哦。所以有些这些诊断上面比较困难的地方，所以如果可以有很好的诊断的话，其实对病人还是会有帮助。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胰脏会像刚才说会这样子 lobulate 一颗一颗的哦。那如果是自体免疫的胰脏炎哦，就是我们说 AIP 的话，它有可能会有或者说我们说 diffuse AIP，就是说它整个胰脏都有 involve 的话，它通常会看到它周围会有一圈 halo，就是会有周围会有一圈呃讯号比较低的一个影像哦。那另外它胰管可能会 involve 哦，所以胰管会变得比较不规则哦，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 type。那有时候会有一些少见的 type，就是像是我们会说它是 focal，就是局部的 AIP。那 focal AIP 就是刚才说，就是这个就会跟胰脏癌有时候会比较难以区分哦，因为它一样是会看到局部会有一个地方好像会有一个 mass，会有一个肿瘤，那另外会造成胰管跟胆管的扩张，后边的胰管跟胆管的扩张哦，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其实有时候就会跟胰脏癌会比较不好区分。那一样，这个 focal AIP 也可能会长在很多地方，变就是 multifocal 的 AIP。哦，所以这是一个 AIP 的病人，就是他有 involve 到就是他的胰脏的 body 跟 tail 哦，所以他整个看起来都比较肿哦，周围好像会看到有一圈光晕的，就是一圈比较低的讯号哈，那就是我们叫做 halo sign，就是光晕的 sign 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影像上面就是看到这样可能会怀疑他有 AIP，然后就会叫他去验刚才说的 IgG。哦，那除了这样，有时候我们会去找一些 hint 啊，就是有时候因为这是一个 systemic，就是全身性 involve 的疾病，所以它有时候动脉附近或者其他器官可能会有问题。哦，那如果有这些 hint 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比较有信心的去诊断它是一个 AIP。哦，那 MRI 一样可以看到的话，就是它在周围好像会有一圈光晕的样子。哦，那整个胰脏看起来会比较肿。哦，一样在 T1 weighted image 下面的话，它会整个看起来都比较黑。哦，如果它整片都有的话，那就比较不像是胰脏癌。可是如果它只有一个区域的话，有时候就会比较难以区分，甚至需要去做切片等等。好，所以就像刚才说，这个就是一个 focal 的 AIP，所以它在这个位置，它其实它有造成后面的胰管的扩张，哦，所以它局部看到一个讯号比较低的 mass，哦，那还有造成胰管的扩张，哦，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跟胰脏癌会难以区分，哦，所以有时候甚至需要去做切片才有办法去区分它出来，它到底是不是胰脏癌这样子。哦，那除了刚刚说的胰脏发炎 pancreatitis，然后胰脏肿瘤，哦，然后 AIP，那还有一个就是常见就是胰脏的 cystic lesion。那通常 cystic lesion 我们大概可以分成这几种，哦，就是这个是 SCN，哦MCN、IPMM，哦 IPMM 有分成 main duct type 跟 side branch type，或是 pseudocyst。哦，那这几个SCN 跟 MCN，呃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常见，IPMN 可能是相对比较常见一点点哈。那这边有列出它的不一样的中文名字，然后就可以再看一下 SCN、MCN 跟 IPMN。那 SCN 在影像上面的典型的 finding 的话，就是它会有很多一颗一颗小颗的 cyst 聚集在一起，那中间会有钙化，好像就会有点像桑葚一样。那如果是 MCN，通常是会是一个比较大颗的 cyst。哦，那 pseudocyst 通常是在胰脏就是产生胰脏的发炎过后产生的一些并发症，它可能会有单一个的 cyst，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脏脏的物质。那 IPMN 的话，通常就是这个 cyst lesion，它可能会跟这个胰管有相接。那如果这个相接的位置它是直接就发生在这个胰管上面的话，就叫做 main duct type。那如果是在周围的话，就叫 side branch type。哦，那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个胰脏的 cyst lesion 的话，我大概有可以分成不一样的鉴别诊断。然后它有可能如果之前有过胰脏发炎，或是有
受伤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 pseudocyst，就是一个胃性的囊肿。那如果它是有cystic 的肿瘤的话，它如果是单一颗比较大颗的话，可能就是 MCN。如果是比较小颗的话，就看它如果是一颗一颗像桑葚一样，而且没有跟 P 大接在一起，就是 SCN。那如果跟 P 大有接在一起的话，那就可能是 side branch IPMN 啊。如果是在 main duct 上面，或者是 main duct 的 IPMN。那这边有列出就是不一样这些肿瘤在不一样的年纪的盛行率，那大家就参考一下就好。那不过一般认为我们的 SCN 算是比较比奈的lesion，那 MCN 或是 IPMN 有可能是会有恶性的变化。那年纪也可以帮助我们诊断，然后通常 SCN 会发生在年纪比较大的人身上，那如果是 MCN 大概是中年，那IPMN 就不一定。那另外有一类比较特别的肿瘤叫做solid 的 pseudopapillary lesion，类似有点类似囊状的肿瘤，不过这个更少见，我们刚刚叫做 SPEN，那它是发生在更年轻的病人身上。所以这是一个 SCN 的 CT 的影像，所以它看起来就是会有很多小的 cyst， 然后中间会有钙化。那一样就是 SCN，就是它会有很多一颗一颗小的，好像就是很多桑葚结在一起，然后中间会有钙化，那我们就会诊断它比较像是 SCN。那一样，这个是它有钙化的样子。如果在 MRI 的下面的话，这个钙化会是比较黑。那 MRI 去看一颗一颗小的细会比较清楚，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有一个一个的septum， 或是它中间把它隔开来，好像一颗一颗的小的 cyst， 然后那就会比较诊断它是 SCN。那如果是 MCN 的话，它就是一颗比较大的 cyst， 那它的钙化会在比较周围的地方。那这一样是一个 MCN， 那有时候 MCN 一样，它虽然是一个比较大，它里面可能会有小颗的 cyst 不过通常不会像 SCN 那么小。那这一样是一个 MCN， 就是它整个 cyst 是比较大一点点。那如果是 IPMN 的话，就要看说它是side branch 还是main或是main duct 的 IPMN。那如果是 side branch 的话，它是会从侧边接到 P duct，所以这是一个 side branch 的 IPMN。那如果是 main duct 的 IPMN 的话，它就是直接在原本的胰管上面扩张，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main duct 的 IPMN。但 main duct IPMN 有可能会有恶性的变化，如果在里面看到一些小的 nodule 或者小的结节或者小的肿块，我就会怀疑说在 IPMN 里面有恶性的变化。所以刚才说的，如果说这个 P duct dilatation 的，就是它扩张程度很大，是超过5mm 或是8mm 的话，那就会认为它可能有恶性的变化，或是在这个管腔里面有发现一些实心的东西，或者它周围有一些 mass，那可能就会认为它可能是有一些恶性的变化。那这一个 branch type 的 IPMN， 就是它是有点接到它从侧边接到这个 main 的 P duct。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这个 SPEN，或叫 SPN，就是这就是在比较年轻的女性身上会看到，它一样是有一个 cystic lesion， 它 cystic lesion 里面会有一些solid 的 component， 就是它好像会看到比较多的 soft tissue 的 density。那这也是很少见的，而且通常这个 SPN 它通常旁边会有一个明显的 capsule， 它外面会有一层膜。那这是少见的肿瘤，可是有时候看到这样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影像的 finding， 我们就可以在影像上面去诊断它有可能是一个 SPEN。它有时候也可能会有恶性的变化，所以它可能会有转移，像它就是有一个肝脏的转移。这边小颗这几颗可能都是。那另外除了一些就刚才说的 C lesion， 另外还有一个也不算非常常见，可是我会看到的肿瘤叫做neuroendocrine 的 tumor。那 neuroendocrine 的 tumor 就是神经内分泌肿瘤。那这个肿瘤在一般的影像上面的话，显影会比较好。就是显影的程度甚至会比像是血管一样，会比血管没有到血管那么好，可是显影程度会比一般的胰脏癌pancreatic cancer 或是我们说的腺癌 adenocarcinoma 都还要再显影的更好一点。不过有时候 neuroendocrine tumor 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表现就是有时候它一样会有 cyst 的 change， 所以它有时候会中间看到一些 cyst 的变化。不过 neuroendocrine 的变化比较复杂，有时候从 cyst 或者 necrosis 甚至更大其实很难会有就是很难有单一的描述就可以描述完所有的 neuroendocrine tumor。不过最典型的通常就是它 enhancement 会比较好。所以像这个一样，就是有一个 neuroendocrine tumor， 它一个 enhance 还不错，可是因为它有一些 necrosis 的成分，就是中间有一些肿瘤的坏死，所以看起来 density 变得比较低一点点。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这些影像其实
不管是 CT、MR、X 光或是超音波，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可以去找到 lesion，然后可以透过这些解析度去看出来这个 lesion 是什么，去得到诊断，那进一步才有办法让医师或者其他人可以下进一步的治疗的计划。那同时，这影像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分歧，会知道它吃到旁边的什么器官，然后或是知道它有没有转，所以我们可以去定一个分歧，可以借此去判断它的预后。甚至说就是治疗完之后，我们会不断去做影像，用来做这个治疗后的追踪。所以就是其实这医学影像现在是非常广泛的使用。那至于说要使用什么影像是最适合这个病人的，那就要看出他的状况是什么样子。那是要做 CT 还是 MRI，然后有没有需要打显影剂，那就要看每个病人的状况不太一样这样子。那以上就是今天讲这个有关这个腹部影像的基本介绍。那后面大概就提一些常见的胰脏的病变。那大概就简短讲到这边。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我的 email 可以再跟我联络。好，谢谢大家。